杨经理，你就是这么帮我的吗？演技不错嘛，要不是我们早有准备，还真被你给骗了。李助理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把他们交给警察处理。哎，放开我！干什么呀你们？放开！我宣布，丁佳慧女士加入沈氏集团董事会。我想丁小姐就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吧？我想，还是再介绍一下吧。我现在是丁氏集团的董事长。丁氏集团主营房地产业，每年的营业额与沈氏集团相比不相上下。相信用不了几年，丁氏集团完全有可能跻身全国房地产行业前10名的位置。丁小姐真是年轻有为啊！年轻有为。朱董，我们说好了，今天要验收沈长青的产品。如果达不到要求，沈长青就要让出董事长的位置。现在沈长青迟迟不来，我看他是自动放弃了董事长一职吧。所以，我现在提议废除沈长青董事长一职务，由董事会的其他成员投票来选出沈氏集团的新一任董事长。说的有理，我同意。我提议由丁小姐担任新一任的董事长。丁小姐的商业业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，绝不输给在座的任何一个人。而且她手里的股权比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要多，理应担当董事长一职。我也同意。丁小姐有丁氏集团作为基础，各位，由丁小姐担任董事长，对我们在沈氏集团在地产行业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。请等一下，对不起各位，我来晚了。你来的正好，让你亲眼看到我坐上董事长的位置，再好不过了。沈长青，恐怕你要失望了。我之所以来晚了，就是去查找有人故意在我们的产品当中添加化学品的证据。沈董，你是说那些问题产品是有人故意在陷害我们沈氏集团？没错，而且陷害我们的人就在现场。快说说，这个人是谁呀？丁佳慧，就是他。你血口喷人！这一次，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董事长，我是无心之失啊，我根本不知道那个袋子里装的是什么。人赃俱获，你还敢狡辩？化验人员已经检验过了，那个袋子里面装的就是含有基苯甲酸酯的化学品。但是我们新兴家化厂从来都没有购进过那种东西，你还不承认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谁指使你这么做的？不，没人指使我，我都说了，我是无心之失啊。你想一个人扛是吧？好，那先来听听这个吧。是丁佳慧出钱让我在沈氏监视沈董的一举一动，他答应我，事情办完之后，在丁氏集团为我留着董事长秘书的职位。在我们的产品里添加化学品，是不是你做的？不是我，不是我。那是谁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管通风报信，具体谁来执行，只有丁佳慧知道。董事长，这跟我有关系吗？米娅已经把丁佳慧供出来了，就算你不说，我们也会找上她的。你说她到时候在警察的面前，会不会把你供出来呢？
果你现在要说的话，还有立功表现的机会；但是你坚持不说的话，那我们就公安局见吧。董事长，我说，都怪我一时糊涂，是丁家辉让我干的。他答应事成之后给我一笔钱，现在定金已经打给我了，在我的银行账户资金往来记录里可以查到，一共是80万。事成之后还有120万。我怕他不认账，还把我们的通话录了音。现在证据就在我家里。董事长，我可以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交出来，你可千万要救我呀！这不是真的，你不要造谣！我这里有杨经理近期的银行往来账目，大家看一下。狐狸总是会露出尾巴的。金瑞，那天我听到你和米娅通电话，我就觉得事有蹊跷。金瑞，你居然骗我！是你欺骗我在先。我忘了告诉你，我妈已经醒了，她把一切都告诉我。你等着接受法律的制裁吧。你到底有没有真心爱过我？从来没有。你就准备接受法律的制裁吧。我们成功了。我这段时间一直瞒着你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怎么会呢？只是这段时间太多的事情了，太多的巧合，让我不得不怀疑。为了让丁家辉露出真面目，所以我只好故意演了一出戏疏远你。我懂，我怎么会不懂呢？单长青，你怕了吗？你跳楼了！这个怎么可以呀？怎么会这么2个人一块儿？对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你让开呀！这什么事情啊？长青，长青，金瑞不是喜欢你吗？那正好，这次我让你死在他的面前。
别过来！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把他推下去。佳慧，你别激动，冷静一点。小姐，你别冲动！别过来！警察同志，千万别过去，他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稍一刺激就会做出危险的事情来。小姐，快下来，那儿危险！金瑞，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再演戏？你不是喜欢沈长清吗？我就让他死在你的面前！不要，有话好好说，你不要冲动。为什么我明明比你优秀，却总是会输给你？从小到大，你一直是万众瞩目的焦点，我总是做你的配角。为什么？我不干！我过够了，过够了这种生活，我厌倦了。我要用我的方式结束这一切。沈长清，活着的时候，你让我难过，做鬼我要带着你。这是典型的精神失常表现，得想办法制止他过激的行为，最好把他的家人叫过来。丁雅琴，小姐，你还这么年轻，千万不要做傻事啊！你给我闭嘴！你这么年轻，又这么漂亮，你可以活得比其他人都好啊！我不要和那些人比，我只要比你优秀，我要比你优秀。可是我做不到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可是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，我都输给你。我的人生为什么注定就是失败者？我要跟你同归于尽！啊，佳慧，妈，佳慧，你傻不傻呀你？为了沈长清搭上你自己，不值得！你快下来，干嘛回家？别过来，谁都别过来！佳慧，你听妈的话，赶紧下来。雨龙还在家里等我们。我不要回家，那里不是我的家。怎么会不是呢？那就是你家呀！不是，就不是。我在那个家里根本就没有感受过一丝温暖。我从小跟着你生活，你不是让我争这个就是争那个，我就是你的傀儡。我从来都没有为自己活过。别人家的孩子可以活得快快乐乐、简简单单，为什么我要去争夺名利？我活得好累呀，我活得好累，你知道吗？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，你只知道让我去跟沈长清争，那根本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我的生活被你毁了，我恨你！长清。
长青，没事吧？长青，没事吧？啊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有我在呢。经过警方调查取证，沈氏集团的问题产品事件是有人蓄意陷害，在我们的产品中添加了化学品，目的是为了诋毁沈氏集团的声誉，抹黑沈氏集团的形象。不过现在，警方已经把犯罪嫌疑人拘捕，请消费者放心使用我们的产品。请问您所说的犯罪嫌疑人指的是谁？这个现在还不太方便透露。有传言说是丁氏集团的丁佳慧小姐所为，能否证实一下这一说法是否属实？抱歉，这个真的无可奉告。你还认识我吗？本来我是不想来看你的，可是有些事情我必须要让你知道。这是我妈妈的日记，我想让你知道，你亲手扼杀的到底是什么。1982年7月13日，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完美的男人，有学识，有修养。他为了救我，被货箱砸伤了背，可是依然面不改色，只是温柔地询问我有没有哪里受伤。那一刻，我从他的眼睛中看到自己的影子，我就知道他就这样走入了我的心里。
的名字叫潘伟森。可惜那个时候，妈妈并不知道你在骗她。1982年7月31日，爸爸要我嫁给海洋哥，说他才是能照顾我一辈子的人。可我爱的人是韦森呢，爸爸为什么要怀疑韦森呢？难道就因为我们的家庭有差距吗？1982年12月20日，韦森要和我分手，一定是爸爸和他说了什么。那一刻，我觉得天都暗了。我决定离家出走，离开这个家。我只要和韦森在一起。1982年12月22日，我走的时候被爸爸发现了，他不让我出门，不肯让我再见韦森。我开始不吃不喝，如果再也见不到韦森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或许那个时候，你觉得我妈妈很傻，很好骗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你欺骗的是一个用全部生命来爱你的人。妈妈为了你，她连生命都可以放弃，更何况是沈氏呢？如果你想要得到沈氏，你只需要耐心一点，对我妈妈好一点，妈妈一定会双手奉上。我也一样，你养育了我那么多年，在我心里你一直是我崇拜的父亲。如果没有经历这么多的事情的话，我怎么会和你争？怎么会和你抢？你想要什么，我们都会给你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是亲人。可是你居然用那样狠毒的手段伤害妈妈，把丁雅琴这种女人娶进家门，到头来害得自己受牢狱之苦，嫁不成家。潘伟森，这就是你想要的吗？是吗？妈妈，你看到了吗？潘伟森变成了现在这样。可是为什么我心里好难过？仇恨和纷争，原来只会带来伤害。只有宽恕和原谅，才能快快乐乐的生活。现在，一切恩怨该烟消云散。我要像向日葵那样，永远开心的笑着，灿烂的活着。妈妈，
佳慧姐姐好久没回来陪玉龙玩了，她去哪儿了？佳慧姐姐呀，她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要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回来。妈，你怎么哭了？你想佳慧姐姐了？妈妈也想佳慧姐姐。妈妈，那长青姐姐是不是也去很远的地方了？玉龙也想长青姐姐。太太，长青小姐来了。长青姐姐，有没有想姐姐啊？还好，长青姐姐没有去很远的地方。因为姐姐想玉龙啦，所以就过来看看你。姐姐今天给玉龙买了一个很好玩的玩具，去自己房间玩吧。啊，好，好。玉龙他血小板不足，照顾他的时候要更加小心。他在监狱的医院里面也挺可怜的，有空的时候就去看看他。毕竟你们两个夫妻一场。我知道。那我走了。长青，长青，对不起。别这样。长青，你听我说，自从佳慧出事以后，我每天都睡不着觉，每天都在做噩梦。我那时候一心想要钱，可是现在有了钱却没有了佳慧。我知道这是上天对我的惩罚。我以前做过很多对不起你的事，长青。你能原谅我吗？长青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阿姨，你别这样。你叫我阿姨了，你肯原谅我了是吗？照顾好自己，还有玉龙。我走了。长青，我有一件事想求你。以我对佳慧的了解，她在里面一定会不断地折磨自己。我想请你去看看她，让她放过自己。我想请你帮帮我，你去劝劝她。长青，
我去看了你妈妈还有玉龙，他们都很好。你妈妈她很担心你，让我过来看看你。是你自己要来的吧？来看看我现在有多惨。丁佳慧，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？我根本就没有要和你抢，也不想跟你争，更加不可能。因为把你整得很惨，我就会很开心。是你自己的心思太复杂了，总是以为别人在算计你。你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在这里教训我吗？你以为我是胜利者吗？你错了，大错特错了。我没想赢你。原本我可以有一个让人羡慕的姐姐，可是没有了，再也没有了，永远都没有了。而你本来是一个善良漂亮的姑娘，可以有美好的未来，可是你却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勾心斗角上面，最终让自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我们中间没有胜利者，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比赛，而是人生。其实，我得承认，你比我聪明很多，这是上天赐给你的礼物。可惜，你浪费了这份天赋，把它用在了对付我身上。如果你要是不被执念蒙蔽，好好经营公司的话，我想你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加出色。我争了这么长时间，就是想让你承认我比你优秀。今天总算是听到了，我却开心不起来。原来这么多年我所做的一切，我所争的一切，完全毫无意义。好好照顾自己，你还有妈妈，还有玉龙，还有希望，千万不要做出任何傻事。对了，今天我还带了一个人过来，他说他很想见见你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我刚从美国回来，听说你出事了，就过来看看你。其实我想过很多种跟你见面的场景，却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。对不起。都过去了，没关系，照顾好自己。张毅，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。那个时候，你是不是真的爱过我？那个时候，我是真的爱你。
最终潘伟森、丁佳慧和所有做过坏事的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丁雅琴和赵真真也因为触犯了法律，最终受到了法律的制裁。正义终究还是战胜了一切。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各位朋友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！欢迎大家来到江州杰出青年颁奖典礼现场。下面颁发的是商业杰出青年奖，获奖者是一位年轻的女性，她在商界屡创辉煌的业绩，以她年轻的活力为中国商业界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。与此同时，她还热心慈善事业，她所带领的企业本年度累计向慈善事业捐款1000万以上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获奖人沈长青小姐上台领奖。谢谢。都准备好了吗？老板，你就别紧张了，你都问了好几百次了，这次啊，包你马到成功。耶！天边的地平线，我以为能够触摸，就像触摸你的温柔，像昨天的誓言，我以为明天会实现，可是爱有时候会变。今天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愿意回答我吗？什么问题？天空永远有等着你的那朵云，就算所有彩虹都离去，爱燃烧。世纪